8月初3，朝廷终于颁布3年一次的秋闱日子，乡试定于8月初9、12、15日分3场，在各州府举行。萧衍之一袭藏色云纹广袖锦衣，凤眸朗星，端的是龙姿凤表，朗艳独绝，事无其二。宋锦同样一改农女打扮，换了一身淡紫色衣裙，显得几分随意却不失典雅。萧衍之收拾书册进书箱时，看着宋锦对着妆栏忙着往脸上点斑点，心疼问道：阿锦，要不就我一个人去府上好了，你在家里等我回来。去南安府参与乡试，一来一回要半个月之久，宋锦若跟着他，不仅车马颠簸，他若进了考场，就他一个人住客栈，绝对会很无聊。虽然他一刻也舍不得离开他，可是他也不想他难受。我不跟着去，万一你刚出考场又被女人生扑，如何是好？原主生扑他成功，2人才成亲的。万一又有女人看上他生扑他，且扑成功了，他是娶还是不娶？纳妾不纳妾？而且这次是所有秀才参加乡试，一旦考中就会是举人。一些乡绅富户家的小姐，指不定正等在考场外，正准备逮着找金龟婿呢。他还是辛苦些，自己男人自己盯着比较放心。萧衍之回想起之前被生扑的一幕，脸色骤然变了，他是被扑出阴影了。放心吧，知道你担心我无聊，我绝对不无聊。你进考场后，我就回客栈睡觉。等到了府城，他空间里10亩稻谷正等着收割，不仅不会无聊，还会累半死。再者，钱永远不会嫌多。他此去了府城，还打算买棒种玉珠，这么挣钱的点子，他岂可放过？萧衍之不知宋锦是真担心他被别的女人生扑，还是想单纯陪着他。知道他心里同样装着他，心里头升起浓浓的甜蜜。那行，阿锦，你陪我一起去。等考完后，我们就在府城多逗留几日，好好游玩一遍南安府再回来。说完，激动地抱住他，亲了他。2人忘情拥吻好一会儿，刚好分开那刻，四小家伙突然推开门冲了进来。四小家伙看见自己爹娘正拥抱一起，立即知道闯祸了，吓得一个个急忙捂住眼睛。他们虽小，可是他们意识到自己看了不该看的。宋锦是懊恼极了，他最近因为萧衍之对谁都不设防，否则以他的听力是绝对不可能让孩子闯进来看到这一幕的。不过幸好没让孩子看见2人亲吻，否则对孩子影响多不良。萧衍之很快镇定下来。你们4小只以后进来之前记得先敲门，如此莽撞，成何体统？你们怎么突然过来了4小家伙闻言才敢拿开捂住眼睛的小手，然后逐个排队，挨个上前给萧衍之礼物。仅仅第一个上前，递给萧衍之一段蒿竹，祝爹爹步步登高。木木也递上一个粽子，祝爹爹高中状元。水水眉眼弯弯也送上一株桂花，愿爹爹成功折桂。火火递上一个元宝纸包着的卤猪蹄，愿爹爹金榜题名。萧衍之与宋锦震惊地看着4小家伙，虽猜到4小家伙手中的礼物是娘家人准备的，祝福语也是娘家人教的，但2人真的很欣慰4小家伙此刻懂事乖巧，4小家伙总算没白养。谢谢，你们都是好孩子，礼物爹爹很喜欢，爹爹一定努力高中状元，不让你们与你们娘失望。娘，您送的什么礼物给爹爹啊？宋锦见4双乌黑的大眼睛看着自己，老脸忍不住红了。等你们爹爹考完，我再给你们爹爹礼物，现在还没考，先不给，省得他骄傲了。你们给了礼物就行。娘，要不你给爹爹生个娃娃做礼物吧，爹爹一定很喜欢。宋锦闻言吓了一跳，好家伙，
生娃，萧衍之自然喜欢了。就是这话是谁教水水说的？忒坏了，教坏孩子呀！萧衍之看见宋锦惊悚的表情，喉咙溢出一声低沉好听的轻笑，摸了摸水水的脑袋，凤眸赞赏之光一闪而过。好了，别逗你们娘了，爹爹啊，交代你们一个事儿，接下来半个月，我与你们娘要去府城科考，你们在家跟着姥姥，教你们识的字要练，百家姓要熟背，在家一定要听话，知道吗？好的，爹爹，我们会很听话的。走走走，我们先出去，不要吵着爹娘。宋锦等四小家伙走后，才环住萧衍之的腰。抱歉啊，忘记给你买科考礼物。我没有给男人送礼物的经历，所以根本没想过这事。他女人的意思是，她没有心悦过其他男人，没有送过礼物，便没有思乡受受。不管身心，他都是他第一个男人，太好了。没科考礼物送你，还这么开心？不是，我只是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运的男人，我竟能有幸得到你，阿锦，谢谢你给我机会，谢谢你选择我。一句情话对宋锦是真受用，二人又动情拥吻许久，直到发现时辰不早了，怕耽误了赶路投宿的事，才不得不分开继续收拾。二人收拾完，抬着箱子和书箱出了新宅子，就看到宅子外站着满满的人，全村人不管男女老少，一个不少，全部到齐。让人意外的还有秦军与墨白。秦军想劝萧衍之不要参加科考，直接跟他回秦家当少主，但儿子不认他，甚至不屑做什么秦家少主，他只能先随着儿子的脾气。不过他是来送人的，给萧衍之送贴身随侍。秦家少主出行，走哪儿都必须有人护着。衍之啊，这是你让我帮你办的保洁与录印，另外还有一封信，不知谁寄的，一时送到我手中，是寄给你的。萧衍之闻言接过信件，还未打开，看到信封上面写的自己名字，就猜到会是谁寄来的。给他寄信之人是赵钱。萧衍之抽出信封内的纸张一看，果然看见信纸上面只写了一个字。宋景最近与萧衍之夜夜睡一起，被迫认识了不少字，看到纸张上面只有一个字，也猜到了寄信人是赵钱。信纸上单独一个困字，简单明白。萧衍之与宋景对视了一眼，随后二人心领神会。科考前信道，赵钱这是给透题来的。萧衍之得了这神助，第一名解元是十拿九稳，非他莫属了。有劳郑叔帮忙与送信，衍之敏感五内。都喊我郑叔了，何须言谢啊？后面萧衍之与萧大郎夫妇、村长三叔公话别，宋景也被自己娘家人拉到一旁，确切地说是刘氏、大嫂柳氏、二嫂张氏三个女人。刘氏将宋景拽到一边，瞄了一眼宋景的小腹，闺女，科考9天一定会很难受辛苦，去了府城，你让衍之安心科考，切记让他歇息好，你也顾着点他身体，没怀上咱先不急。刘氏给宋景将洗衣裳，发现宋景来小日子了，他的外孙梦没了。原本他还很担忧宋景会喜当娘，如今又犯愁了。闺女与女婿都在一起睡了几个月了，这肚子咋愣是没动静呢？嘿嘿，小姑啊，你真不用着急，等衍之妹夫考完回来，你给她多吃几顿鞭汤补补，保证你很快怀上。小姑，你二嫂说的方法不错。宋景一脸惊悚瞪着身前的三个女人，半天说不出话，脑子里只剩下3句话：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闺女，你有没有听我说话？我知道你与衍之两人如今很黏糊，但是科考为重，那啥你得克制些。
等胭脂考完，咱再来想生崽的事，记住了不？宋景心里头小人正直点头，我很克制呀，你女婿也很克制呀，都克制几个月了。到底记住没有？你咋不说话呀？娘，我记住了，去了府城就跟他分开房睡，一定以科考为重，不吵他，不闹他。我哪是？他说的克制不是非要二人分房睡啊，这让他如何才能说清楚？小姑，姑母没让你与胭脂妹夫分房，只是让你们那啥时悠着点儿，别太频繁，让胭脂妹夫太累了。宋景闻言吓死了，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虎狼之词？他没经历过，实在没脸与3个女人说这事，满脸通红。娘，我记住了，科考最大，我会悠着点，绝对不影响他。我先去和爹谈一谈，交代他作坊的事。言罢，不管3个女人说没说完，急找宋爹救命。唉，羞死了！虽然他与萧衍之睡了几个月，可是衣襟以下位置，萧衍之是没敢碰的。那啥是，他其实还是个雏。大白天的，他实在不宜与3个女人聊这么虎狼的话题。萧衍之这边，萧大郎与徐氏目前仍不知道秦军是萧衍之的亲生父亲。萧衍之不想认秦军，所以刻意隐瞒，就是宋家娘家人都不知道他的身世。萧大郎见自己二弟不仅治好双腿，如今都要参加科考了，他是高兴得红了眼眶。见萧衍之走过来，他直接给自己兄弟一个拥抱。二弟，大哥嘴笨，不会说啥好听话，就是希望你中举，将来官至首辅。谢大哥急眼了。萧衍之回拥了一下自己大哥，很想告诉萧大郎自己的身世，但最后他还是忍住了，而且只是离开一阵时间而已，不是长久分别。你带魑魅魍魉，他们4鬼可以保护你安危。他带来的人看着装扮是随侍，其实是死士，身手都是1等1的。另外4人不会是叫魅魁拔枭吧？是不是还有其他16鬼？秦军没想到丑儿媳妇这么聪明，居然全猜中，顿时又被丑儿媳妇聪慧惊了一把。没错，还有16鬼，另外4鬼确实叫魅魁拔枭。宋景闻言噎住了，秦家的庞大再一次刷新他认知。要知道死士可不好培养，要顶尖的苗子，而且要从小开始训起，一训就是几10年，几千人中也许就挑出那么1个，这就与他原来世界挑特种兵一样的。萧衍之很不喜欢秦军给他安插人跟着，但是考虑到4鬼有用，并且他不会武，若是有会武的护着自己，又可以给自己女人使唤，这也挺好的。跟着我们可以，但是不该听不该看的，不能听不能看，必须给我保持应有距离。秦军见自己儿子接受了他的安插人手，很是高兴。这个你们夫妇大可放心，他们从小受训的第一件事，就是什么该听，什么不该听，什么该看，什么不该看。这个他懂，他儿子不就担心与儿媳闺房那点事吗？5时，萧衍之与宋锦终于坐上了马车，在4小家伙依依不舍及所有人殷盼的目送下离去，正式踏上了乡试的征程。虽说永福县距离南安府城很近，马车赶路3天就能抵达，且乡试第1场8号才进场，但免得途中因意外耽误，2人是提前了2天赶路。从古至今，赶考的秀才都是匪徒强盗最喜欢打劫的对象。萧衍之与宋锦因为有马车后面的魑魅魍魉保护，且有秦军送来的马夫赶马车，2人一路上根本不担心安危，且什么事都不必管，只腻在一起研究赵钱给的信。我若是没猜错，策应论应该是论国困。如今大号四面楚歌，北方与中州府仍受瘟病的毒害，东边蜀军大军，西北边陲
被戎人乌军占了3座城池，谁出的解困之法有用，谁将会是这一次秋闱的解元。那你有信心吗？之前还有点担忧，有了赵兄神助，解元绝对是我的。真棒！那我提前预祝我男人成为举人老爷。萧衍之被宋锦突然亲了唇，全身一紧，宋锦就坐在他怀中。他只要不是柳下惠，都不可能坐怀不乱。他耳根通红，僵直了身子。好在想他正小日子，才没敢胡思乱想。不过也正因为想起他小日子，又莫名心疼。阿锦，让你陪我赶路，苦了你了。哪里苦了？陪着你，我觉得很甜啊。萧衍之何曾听过宋锦情话，正想回亲他，坐下马车，突然金马停下了。未等二人缓过来，魑魅魍魉中的魑立即骑马近前，恭敬禀报：禀少主，前面有27个劫匪，正拦路打劫一伙人，要出手清路吗？被打劫的是何人？一共5辆马车，应该是赶考的秀才，有家眷姑娘护院同行，两方正焦灼。不必出手，等着。虽然被劫的是赶考的秀才，看在同道中人的份上，应该相救，但是对方携带家眷姑娘，这个忙绝不能帮。救了人，被姑娘缠上这种事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宋锦听了魑的禀报，并没有说话。对方有护院，5辆马车，人肯定不少。且未出阁的姑娘为何不老老实实待在家中，出来蹦跶做什么？这件事本就反常。只是被劫匪拦路打劫的那伙人中的其中一个女子，是宋锦与萧衍之做梦都想不到的。这女子正是沈玉。时隔大半年，她已换了个人似的，原本楚楚动人的眉眼多了一分冷艳。沈玉瞥见梦中情景出现的马车，厉大哥，身后有马车，他们的人一定能救我们。厉眼正带着护院阻拦劫匪。几位兄弟，请助厉某一臂之力，杀了劫匪。萧衍之与宋锦听到对方喊话，双双皱起眉。二人都觉得自己似乎听到了熟悉的女声，然后二人脑中都同时蹦出2个字：沈玉。救不救？沈玉离开大半年，莫名其妙又出现在这里，绝非巧合。不救。沈玉已经离开狠黑村，便与全村人再无关系，与他更没关系。他为何要救？何况宋锦才是他的女人，其他女人的生死与他何关？然而沈玉容不得萧衍之不救，因为他已经拽着厉眼就往马车这边逃了。别让二人逃了！4个劫匪立即提着染血的大刀，追在沈玉与厉眼身后，冲向马车。魑魅魍魉瞧见这幕，真生气了，但为了少主的安危，4人只能跳下马，藏袖中的蝎子刀同时拔出，迎向劫匪。接着只听噗噗噗噗4声，鲜血飞溅，成了4具尸体。宋锦从手指挑起的车帘边缝，看着魑魅魍魉的手中奇形怪状、匕首般大小的蝎子刀，很是震惊。不过现在是关注蝎子刀的时候吗？沈玉与厉眼已经冲到了马车前，正心有余悸回头去看被魑魅魍魉刺死的劫匪。萧衍之与宋锦近距离看着沈玉，双双心情都不美了。二人都不知沈玉为何还要出现，是巧合还是故意？魑魅魍魉身手真的很好，与阿二他们一样，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全是一刀毙命，绝不留活口。且4人不屑废话，冲入劫匪群中，就如闯入羊群的狼。小半刻钟不用，20个劫匪全部变成了尸体。沈玉看着魑魅魍魉，眼底难掩欣喜，与他昨夜做梦的场景一模一样。他不知马车内坐的是谁，但他想一定是了不得的存在，身边随从能像阿二他们一样实力强大，其背后主人绝对不会比赵钱差多少。少主，道路已清。沈玉听到少主2字，
且见魑魅魍魉对马车内的人如此恭敬，是对马车内的少主更好奇了。杏眸目不转睛看向马车，然而没有幻想中了不得的男人，只有让他当场怔住的一幕。马车内的少主居然是个女人。只见一只纤纤细指徐徐撩起车帘边缝，然后露出了一角紫色裙摆，紧接着一张美得不可方物的容颜暴露在她的眼皮子底下。宋锦原本没想让沈玉看自己脸，不过他很想知道沈玉看见马车内的是个女人时会是什么表情，所以才如此故意。他不认为沈玉会认出他来，如今他的变化岂是去了斑点而已？因为每天灵泉滋养，他整个人白得透光，身上哪还有一点泥腿子浓女的气息？就是敲开沈玉脑袋，沈玉也不可能想到昔日丑得辣眼睛的女人会摇身一变成为大美人。道路清干净，就继续赶路，别耽搁了行程。说完就放下帘子，动作快的沈玉根本没机会反应。厉眼见劫匪全数被灭，正打算躬身对马车上的主人说一番有如滔滔江水感激之情的话来，可是当他看见马车内的主人是个美人时，当场傻眼了。且美人也不屑听他什么感激话，一句话撂下，马车立即上路，没多久就消失于眼前，仿佛刚那一场劫杀未曾发生过一般。厉眼其实很不错，容貌虽不及萧衍之与赵钱，但排第3实在不在话下。且厉眼也是小三元，若是登科及第，不说状元郎，探花郎是铁定铁的。若是得他锦鲤福运的帮助，将来一定官运亨通，当上次府首府也不是不可能。至于他如何期待马车内的主人，一个原因是想给厉眼网罗势力，第二个原因，他的心里始终不甘。他始终幻想着哪天天上突然掉下一个长相比萧衍之与赵衍还要好看的男人。消失的这大半年，他凭借锦鲤福运挣了不少钱财，同时想明白一件事，萧衍之与赵钱得不到，那他就要自己培养男人，培养天下第一男人。厉眼眼下是他培养的苗子，但长相不如萧衍之与赵钱，他总觉得有些遗憾，心怀不甘。厉大哥，此地不宜久留，我们需尽快离开，免得还有劫匪。玉儿，你说的对，我们得让大家伙赶紧离开。那个恩人的救命之恩，我们只能等下次有幸遇见才能还上了。不必还，你没听到他说的话吗？他只是清路，他嫌劫匪挡道了，他并非诚心想帮我们。虽然厉眼是残次品，但是如今是他培养的男人，可不能再看上别的女人了。之前与他同行的赵钱都被宋锦抢走，他绝不会允许同样的事情再发生。这不太好吧？怎么说也是因为恩人，我们才得以活命。沈玉惊见厉眼异样眸光，心口咯噔一跳，才反应过来自己失言。厉大哥说的对，我们终归欠恩人一条命，那我们等再遇见恩人再说。如今我们得先离开，真不能在路上再耽搁，否则错过科考可不好了。夜凉如水，河畔边的临时帐篷，宋锦枕在萧衍之胸口。要不等你出了考场，我们就去官府立了婚书。立了官方婚书，他就冠他姓氏，成为他名副其实的妻子，一生一世绑一起了。阿姐，你说什么？萧衍之确实被吓到了，他原本没敢想今年二人就能立下婚书，所以给足了二人充裕的时间。他以为最快也要明年殿试前二人才能立婚书，怎么也没想到今夜会有意外之喜。不对，这岂止是意外之喜，这无疑是上天最好的礼物。
太好了，阿姐，你怎能如此可爱啊？只要立了婚书，她就真的是他的女人了。他的户籍上又有他名字了。想到他愿意冠他的姓氏，宋锦一声惊呼，瞬间没入了他附上来的唇中。萧衍之这次因为心中的喜悦与冲动，炙热的吻疯狂且热切，且几个月来他无师自通的吻是愈发熟稔了。当他的衣襟再次因他而敞开，当他的吻落在他粉颈，一路蜿蜒而下，宋锦实在忍不住娇吟一声。阿姐。萧衍之听到他娇喘那刻，感觉自己真要疯了。然而许久之后，因他小日子，也因为留住洞房花烛夜到金榜题名时，他浅尝辄止，没敢再进一步。烫人的视线依依不舍从他袖颈移开，然后替他拉好衣襟，躺回他身侧，如是珍宝般紧紧拥着他。宋锦见自己男人再次隐忍难受，实在不好意思，只能将脸埋入他怀中。今夜他会突然提出提前立婚书，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沈玉刺激了眼珠，另外一个他发现自己似乎爱上这男人，也不知从何时开始的。2日后，宋锦与萧衍之距离南安府还有10里，马车还没抵达南安府，宋锦就不由自主替萧衍之感受到了秋闱的压力。放眼望去，成千上万的秀才大军络绎不绝，趋之若鹜，全都往南安府涌去。在秀才大军之中，有5、60岁仍不死心妄想中举一头白发的老秀才，有比萧衍之还要年轻的生员，甚至还有网科中副榜举人。当马车驶进繁华的府城，宋锦与萧衍之看到城内已经人满为患，不仅各大客栈早已满员，就连百姓的私宅也都供不应求，全被此次秋闱应考的秀才们高价租住。就连郊外的破庙也被住不起客栈的穷酸书生们住满。因为金掌柜的火锅分楼开到了南安府，拖着金掌柜的关系，宋锦早在1个月前就让金掌柜这边的人给他打点，在距离贡院也就是考场最近的天下客栈租了2间天字号房。于是宋锦与萧衍之住天字1号房，师妹王两与马夫住隔壁天字2号房。当宋锦与萧衍之住进天字1号房时，发现沐浴的地方只有一道镂空屏风隔着，当时脸都红了。虽说宋锦早就看光萧衍之的身子，但那时他是残疾患者，他是大夫。衍之，你先洗，我下楼去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当小二抬来2个浴桶热水离去，宋锦借口要遁逃，萧衍之大手扼住了他的好腕，俊脸通红，声音嘶哑：阿姐，我们迟早会那个，你不必刻意躲避。客栈人多混乱，你顶着这张脸我不放心，吃的请让小儿送来即可。接下来的日子你与我就关在房里，除了下楼如厕，与陪我去贡院，尽量不要出去。他的女人如今脸上没有半丑，美得如堕落凡尘的谪仙。刚刚2人还没有走入客栈时，他就发现无数肮脏的目光肆无忌惮落在他女人脸上与他娇躯上。刚那一刻，他都恨不得将宋锦的脸变丑回去。你可以先床榻躺一会儿，我洗好了再换你洗。萧衍之根本就没有给宋锦拒绝的机会，将他按坐在床榻上之后，他则去箱子里翻出自己一套寝衣，去了镂空屏风后面的浴桶沐浴。当宋锦透过镂空屏风看见萧衍之宽衣沐浴，羞得当场想找个地洞钻进去。美男沐浴，他本不应该看的，可是眼睛忍不住。然而等半个时辰后，美男出浴，穿着一身雪白寝衣，黑发湿漉漉来到他跟前，
他扛不住了，他什么都不需要做，就是简单沐浴、出浴，举手投足都散发着致命引人想生扑他的诱惑力。萧衍之一直知道宋锦在看着他沐浴，其实他全身也如火般炙烤着，但是为了让他早些习惯二人的闺房亲密，他一直在强装镇定。他将他的寝衣与亵衣亵裤一并交到他的手里。他的亵衣亵裤长得很奇怪，布料很少，亵衣只有2个半圆形的布料，但是他穿在身上时却美得不可思议。宋锦看见他将他的寝衣与罩罩内内递过来，吓得急忙一把夺了过去，很想逃进空间去，但是他又不能逃，他不能不沐浴，毕竟赶路3天，不沐浴说不过去。其实他每天都有借口放水进入空间沐浴，只是他不知道而已。你去洗吧，我去温书。言罢，就去搬了自己的书箱到书案上，然后坐在书案前温书，用一个后背对着宋锦。后面宋锦不知道自己如何钻入浴桶的，他洗时真的挺担心萧衍之突然转身，但是最后他却发现从头到尾萧衍之都没有转身，除了偶尔翻阅一下书册，便一直保持着原来看书的姿势。而且在接下来乡试考试前的2天内，每天他沐浴时，萧衍之都会背过身去，除了他温书到半夜将他清醒，即便知道他小日子干净，他也没有多进一步。关房内的2天，萧衍之温书时绝不走神，专心致志，一心温习。宋锦也醒了吃，吃了睡，睡了再吃。8月初8，第1场考试入场时间，乡试一共有3场，每场考3天，而且3场考试都要提前1天进入考场。卯时，宋锦将包袱里的瓶瓶罐罐拿出2瓶，用在了萧衍之的身上，有除蚊的。如今正值秋老虎，且南方蚊子多，你赶快把这个抹身上，可以驱蚊子。这个是提神醒神的，连考3天一定又热又闷。你若忍不住，就闻闻自己的衣袖，药效能顶3天。进了考场，考前贡院发的饼子要掰开看才能接，别给人陷害了。有的考生为了干掉其他挡他仕途的对手，暗使手段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还有沈玉带着的男人也是参加科考来的，谁知道是好是坏的？阿锦，这些我知道，你放心。萧衍之曾经进过考场，考场上有什么手段还算见过，想陷害他的人还没有出事。不过见自己女人如此关心自己，甚至早早就为他准备了药水，他是真感动坏了。乡试又称大比，在贡院进行。2人走出客栈，就看到密密麻麻的考生及送考的家眷一起向贡院涌去。阿锦，我进去后你就回客栈，等我考完出来陪你。好，第3日我早早就站这儿等你出来，绝不让人有机会生扑你。萧衍之闻言，抬眼扫视一眼四周，果然发现那些家眷中未出阁姑娘虎视眈眈的视线纷纷落在他脸上，顿时脸都绿了。不过好在宋锦同样暴露了自己美貌，2人站一起成了天造地设的一对。且2人身边有4个杀神魑魅魍魉寸步不离护着，那些姑娘不得不扼腕打消生扑萧衍之的念头。只是这些姑娘中，其中一个看到萧衍之的时候脸都白了。沈玉同样正送丽眼进考场，当他一眼看见成千上万的秀才中，一袭锦衣风华绝代鹤立鸡群的萧衍之正含情脉脉对着几日前遇见的美人话别。他以为自己眼睛出了问题，一定是幻觉，一定是幻觉。可是接下来的一幕告诉他并非幻觉。萧衍之抬手指腹亲密地触碰美人红唇，
然后恋恋不舍的模样，提着考篮去排队进场。沈玉瞬间脸无人色，他不明白怎么回事，更不明白那个美人是谁。还有萧衍之的双腿怎么就好了？为何萧衍之会换了女人，与前世完全不一样了？还有宋锦去哪儿了？莫非选择赵钱进宫当妃子去了？还是那个男子不是萧衍之，只是与萧衍之长得一模一样？玉儿，你怎么了？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吗？厉眼知道沈玉有做梦的能力，见他瞬间脸色难看，以为自己要落榜，脸色也不好了。厉大哥，我没事，可能是起得太早的缘故，我感觉有点不适，不过我缓一下就好，你尽管安心进去科考，一定要将晋元夺下来，争取连中3元夺得头魁。厉眼是他的培养苗子，若是连解元都拿不到，谈何状元、探花郎？将来谈何赐府、首府？玉儿，我一定努力高中状元。那玉儿，这3天你待在天下客栈，不要外出，等我回来。好，你快进去吧。厉眼闻言握了握他的手，这才匆匆提着考篮去排队进场。好巧不巧，排在萧衍之身后。萧衍之运气很不错，抽到一个很吉利的号码66号，并且在不算太边却较为凉爽的位置，考棚还算干净不破烂。厉眼运气就不好了，抽到4444号不止，还是最靠边的位置。考棚不仅破破烂烂，还挨着粪号，粪号飘来非常感人的味道，还没开口就差点没把他熏死。咚咚咚，当宫院内传来鸣鼓3响，接着龙门栅门上锁，宋锦才转身要离开。只是他才迈开步子，沈玉就突然出现在他视线之内。宋锦微愣了1秒，随即勾了勾唇，当作没有看见沈玉抬步走过。你等下，刚与你一起的男人是不是萧衍之？你到底是谁？宋锦呢？为何萧衍之没有与他一起？是不是你抢了萧衍之？你现在是萧衍之小妾，还是宋锦选择了赵钱？宋锦听到沈玉一口气一连串6个问题，差点气笑了。不过他实在不知道沈玉对萧衍之死没死心。宋锦确实走了，我现在是衍之的女人。你说什么？怎么可能？宋锦怎么可能走了？他去哪儿了？真的跟赵钱了？萧衍之不是发下毒誓一辈子不娶2妻吗？为了宋锦都不愿意让她当小妾。不对，眼前的女人委实长得太美了，把萧衍之迷得神魂颠倒也不是不可能。萧衍之是因为你美貌休弃了宋锦吗？宋锦实在丑得辣眼睛，被休弃不是没有道理。你的问题有点多，我应该先回答哪个？你到底是想打听宋锦去向呢，还是想问衍之为何要娶我呢？你只要告诉我宋锦去哪儿了，是不是跟赵钱了就行。他没跟赵钱。怎么可能？宋锦怎么舍得放弃2个男人不要？2个绝色男人，他想得到却得不到。宋锦怎可能抢去又不珍惜，竟给别的女人机会？宋锦实在猜不透沈玉如今是白脸还是黑脸。我没说宋锦放弃2个男人啊，他只是没跟赵钱而已。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说宋锦离开了吗？难道他没被休？听了眼前女人的话，沈玉觉得自己脑子转不过弯来了，而且这种感觉就像以前宋锦与他说话一样，弯弯绕绕的感觉再次袭上他心头。想起熟悉感，沈玉才惊悚想起一件事，眼前女人的声音居然与宋锦的声音很像。以前的宋锦是离开了，而你要找的宋锦也在你眼前。什么？明明话很简单，但是沈玉还是听不明白。如你所见，我脸上斑点没有了，
惊喜不惊喜，意不意外？对了，你想变美吗？若是想变美，可以找我，我可以让给你一瓶域外来的美颜霜。美颜霜一点不贵，只要10万两银一瓶，用完一瓶，保你容颜永驻，一个斑点都不长。那，你瞧瞧我的皮肤，是不是嫩的能滴出水来？美颜霜很划算哟，我就是用了一瓶美颜霜变美的。沈玉可是福运女，钱肯定不少，正好她爱钱，可以捞点来用用。沈玉听了宋锦的话后，整个人都不好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应该说，他已经大脑轰鸣，都忘记如何思考了。太过分了，这简直往他心窝插刀子。他以前还觉得自己美貌胜过宋锦1000倍，现在呢？30年河东，30年河西，宋锦报仇来了。沈玉感觉自己再一次被打击得生无可恋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气得跑掉了。他觉得宋锦就是他命中克星，生来就是克制他的。你别跑啊，美颜霜还要不要啊？不要我卖给别人，就没有你的份了。宋锦惋惜的声音继续在后面喊，简直气死人不偿命。